我期待这一战已经很久了，那让我看一看，是你的至善剑厉害，还是我的饮血刀霸道？呀！ 你的剑法果然厉害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是我毕生的对手。那我就先让你知道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，什么是邪不能胜正。哼，是吗？我今天就是要饮血刀饮尽你身上所有的鲜血，泄我心头之恨。放手，否则你只有死。如果我的死能够让你放弃银血刀，能够让你清醒过来，我死而无憾。我要让你知道，
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人真心的关怀你，真心的维护着你。猎获输了，你插翅难飞，投降吧！呀！怎么样，皇上怎么样？总算不幸中之大幸。可是微臣刚才把脉，发现皇上脉象不比从前，虚弱了许多。什么意思？皇上龙体恐怕会大不如前了。皇上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没事，我没事。下去，你们下去。皇上。还是让皇上休息，我们出去吧。吕妃娘娘，今天宫中发生的事情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吧？逆贼已经被当场诛杀，不过乱臣党羽必须彻查，涉事之徒难免死罪。哼，殿下和吕妃娘娘跟国舅的关系密切，想必脱不了干系。待皇上龙体稍愈，一定会追究到底。
两位好自为之吧。大哥谋反的事，可能真的要连累你们了，怎么办？你说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母妃，不必担心，儿臣早已抱着必死的决心了，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儿臣绝对不会害怕的。我觉得皇上是个赏罚分明的人，谋反的是国舅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应该不会株连到我们，你说是吗？今天大家都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好吗？明少爷，请恕张文冒犯。燕王吩咐，皇上有旨在先，花果姑娘已被判了死罪，再过1天就是行刑之期，所以现在必须带回天牢。卿家平定逆贼，护家有功，故决定论功行赏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明阳恳赐封赏。你说什么？明阳恳请皇上赦免花骨死罪，明阳即使被掳夺所有爵禄，贬为庶民，亦心甘情愿。启禀父皇，逆贼养兵谋反，显然是担心花谷的公主身份总有一天被父皇识破，因此儿臣恭请父皇明察。皇儿啊，你怎么每次都是旧事重提，总是死心不息啊？父皇，逆贼谋反之前，对殿下的身份分明清楚得很，他一直虚与委蛇，是要伺机行动，故而经此一役。现在皇太孙是否龙种，已然昭然可见。花谷确实是皇族嫡裔，因此儿臣请求父皇拨乱归正，恢复花谷的公主身份，并赐逆贼同谋死罪。不，皇上。皇儿，孤自有定夺。明阳，皇上，即使你不求情，孤王已决定赦免花骨死罪。谢皇上，谢皇上恩典。至于吕妃和允文，虽然跟逆贼有亲戚关系，但却没有参与其事，所以务须问罪。谢皇上谢明察。皇上明察。父皇，一切始末，孤心中有数。皇儿，你效忠朝廷，尽心尽力，孤自是明白。逆贼的真正乱党，孤就交给你全力缉拿归案。父皇，孤累了，就此决定吧。退朝。太好了，我不用被杀头了。小猪，你跟娘娘的性命又可以得保平安，真是太好了。可是，我却认为不要太高兴，因为皇上没有深究此事，让我觉得挺奇怪的。说得不错，我也觉得不太对。我和花骨明明不能共存，皇上这么处理事情，实属意外啊。本宫认为，你们2个人完全不争名利，拼命舍己为人，真是难得的好孩子。皇上当然心中雪亮，存心想让你们活命，所以才含糊其辞，不加追究了。皇上是有心而为的，不过为了保持大明江山的正统，我觉得燕王
他不会善罢甘休，让我们平安无事的。我们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，早晚得出事情。哎，你们不要吓我好不好？我刚刚才从鬼门关回来耶。所以说，伴君如伴虎啊。娘娘，你不用太过担心了，一定是他们两个人杞人忧天了。皇上说不追究就不追究了，难道燕王还敢逆旨而行吗？哎呀，花骨，你实在是太天真了，你根本不了解燕王，也不了解皇上。什么意思？燕王的意志比铁还强呢，他想要做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住的。皇上也不行吗？皇上不一定要阻挡他。皇上或许重视亲情，但他却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他绝对不会让江山落到他姓之手。可是皇上没有追究到底，也没有让燕王继续纠缠下去，对不对？这一点也是我一直不太明白的事情。或许这件事情是一件荒唐丑事，所以不便在殿上查问。或许皇上心里明白，甚至他早有安排，只不过是我们捉摸不到罢了。不要！敢问燕王，不知相约我们两人来，有何吩咐？本王请你们来府上一聚，确实是有话跟你说。花骨，你孝顺娘亲的心情，本王非常理解。可是，你要知道，事情要分大小轻重。先圣先贤教化，君臣父子，天下为公，绝不能以一己亲情而毁了江山。燕王，花骨只是一介女流，并不懂得什么大道理。若是不懂，本王可以告诉你，让你明白，以大事为重，不能胡作妄为。花骨虽然不懂得什么先圣教化，但却懂得区别对错，更懂得什么是孝，什么是义。一个人若是连亲情都不顾，那就禽兽不如。也别谈什么其他的。你清楚孝义，那你又可知道什么是愚孝？又可明白什么是大义灭亲？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吕妃她犯下了弥天大错在先，以性命抵偿，那是罪有应得。燕王，所谓人各有志，花骨有花骨的决定，希望您能够尊重他的孝心。孝心？你竟然跟你那无情无义、将你抛弃在外的娘亲讲孝心？在你心里，有这个娘，就没有爹，没有爷，没有其他亲人了吗？你可知道，皇上为了捍卫这个江山，花了多少的心思？燕王，皇上已经赦免我们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兴风作浪、咄咄逼人呢？你，哼！明阳，你是个明白事理之人，理应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吧？明阳忠于朝廷之心，燕王想必清楚。可我同样对那些重视孝义亲情、怜惜天下苍生的人非常尊重。明阳，燕王，请您理解明阳的心意。傻丫头，你一个人进宫看望皇上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晚一些咱们俩再见面。也好，你在外面等，免得你啊在里面百无聊赖的。那我进去了。你跟踪了这么久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
嫂子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是谁呀？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叫花谷，我无意间看到这里有棵野枣树，所以啊，你就是花果，就是那个令燕王爷和国舅爷闹得满城风雨的花果。我大哥他还没有死。是的，那天我在悬崖下不停地搜索，我心里希望，无论祖儿是生是死，我都一定要找到他。我从白天到黑夜，一直在不停地搜索。当夜色越来越黑的时候，我依然还没有找到他，我心里就开始害怕了。可是，当我感到失望的时候，却在无意中被我发现，有一群赤色火焰死士出现了。从万丈悬崖坠下，没有死掉，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。最起码对我的娘亲来说，她再不用伤心了。你应该清楚，祖儿对你和花骨恨之入骨，他没有死，就等于他的仇恨还没有完结。从小到大，我最尊重的就是我的大哥。尊重他的豁达，他的忠诚，他的意志。就是因为这一个尊重，我一直刻意地回避我和花果之间的爱情。但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又岂是一个人离开，另外一个可以勉强留下存在的？我大哥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要向我报复，我是不会畏惧的。可是，祖儿已经练成了跟银血刀人刀合一的魔功。上一次你也见识过，他的刀法深不可测，不是一般人容易对付的。就因为如此，我明阳更不能让他任意妄为，贻害苍生。为什么我敬重的大哥竟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？要我承认这个事实，真是心如刀割。但是更加不能让我忍受的，是那些死于银血刀下的冤魂，他们会死不瞑目。所以我发誓，我明阳，哪怕送上我的性命，也会全力以赴，手刃烈火。皇上，您要不要歇会儿啊？这么好的天气，正好让姑锻炼一下身体。是皇上。啊，对了，那棵野枣树在哪里呀？啊，野枣树？嗯，怎么你也不知道吗？啊，回禀皇上，那棵野枣树是在冷宫园子里面。回禀皇上，这是冷宫里的人闲得无聊，偷种的一棵野枣树。皇宫之大，我真的没有好好的走一走了。连长了这么一棵茂盛的枣树，我都不知道。哼，你不知道的事情，何止是这些？疯婆子，休得无礼，冒犯皇上！你是谁？惠娘。
回禀皇上，奴婢18年来装疯扮傻，躲在这冷宫里，目的就是要逃避那国舅爷的追杀。奴婢实在不可以步玉娘的后尘，死得不明不白。你知道玉娘死了？奴婢不敢欺瞒皇上。对于传言，当年皇孙被调包的事情，奴婢是最清楚真相的。吕妃娘娘到大殿候见。奴才遵命。臣妾叩见皇上。吕妃，你知道孤坐在这个位置上看到的是什么？皇上，请恕臣妾愚昧，并不知道。看到天下，坐在这儿，天下就在孤的脚底下，所以有许多人都想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包括你的大哥。臣妾知罪，臣妾的大哥不懂自爱，冒犯作乱。皇上宽宏仁厚，原谅了臣妾。臣妾感谢皇上大恩。这次乱世是国舅一个人的主张，与你无关。你何罪之有啊？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就算孤要怪罪于你，也不会因为这件事的。吕妃，你知不知道孤的江山是怎么打回来的？这个，臣妾早有耳闻。太子在世的时候，常常对臣妾讲，皇上英明，实在是万民之福。得到这个江山，却牺牲了不少的人命，所以孤一直以来是劳心尽力的经营，才有这么安定的一个江山，才有今天的规模。你是皇太子的皇后，是皇太孙的亲娘，孤的江山是不可以颠覆在你的手里的。皇上，你怎么又跪下来了呢？臣妾自知有罪。哎，我早就免了你的罪，你何必多说呢？臣妾罪孽深重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完全是国舅一个人的事。你起来吧。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臣妾定当遵命。你好好的保护允文，不要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。皇上，你答应我。是皇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
这个时候找你进宫，你感到奇怪吗？皇上，绵阳只听候吩咐，而不会多想其他的事情。金甲战神就是金甲战神，孤最欣赏就是你这率性而为、不阿谀奉承的坦白。你知道孤为什么赐婚于你和花骨吗？因为孤需要你，孤需要你保护花骨一生一世。当年孤在册封你的时候，曾经赐你这把宝剑，可惜你拒绝了。今天，孤再一次将这把剑赐给你，希望你用这把宝剑除奸杀敌，让它成为至善剑。大概是天意吧。当年孤赐剑的时候，你不肯领受。我也没有勉强，可是到了今天再赐剑，我就不容你拒绝。也许这意味到有些事情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才会出现的，而不会提早发生。这就好像那天花骨提起园子里那棵野枣树，引起了孤的兴致。我就亲自去找这棵树，没料到结果，却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到底是巧合，还是真有其事？确实令孤也糊涂了。老天爷真是可恶，在这个时候竟然跟孤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。是放羊的花骨歌。
真是没用，太没用了！任我如何努力，都无法铸造可以跟银血刀比拼的一把矛啊！一切都是我任意妄为，才让左儿练成魔功。如今我却要亲手铸剑，克制银血刀。左儿，你可知道我心里多痛苦、多难受吗？皇上驾到！恭迎皇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，燕王爷派人通传，抱恙在身，故而今天不能上朝参加皇上登基大典。爹娘，外面已经打点好了，只待行李搬妥当之后，你们就可以启程了。哎，难道真的要离开京城了吗？老爷，别这样嘛！哎，夫人呐，我们是躲过了雷公，又遇上了霹雳，原以为呢能避过先皇的问罪，不料又得罪了燕王，弄得我们呀像落荒而逃似的。爹，对不起啊。哎，罢了，杨儿，爹呀，并没有责怪于你。莫说你是不是已被燕王视为眼中钉，拔掉而后快，可事实上，对于燕王的个性来讲，爹还是清楚得很。所以孩儿才希望把爹娘安顿好了之后，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协助皇上，提前谋定应付的策略。老爷，咱们就听杨二的吧，离开京城，免得节外生枝，让杨二更添担心呐。哎呀，要知道啊，今天一旦离开了京城，再想回来，已经就很难了。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待一切过去之后，京城就会恢复平静，到时候你就可以回来了。只要咱们一家人平安，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。夫人说得对，一家人平安就好。杨儿啊，你本来不屑朝廷的明争暗斗，倒不如随我们一块儿离开京城吧。爹，孩儿是不能离开的。您不是一直以来以我是御封的金甲战神为荣吗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我更应该留下来，为朝廷、为皇上尽一份力量，也为普通老百姓尽一份力啊！哎呀，杨儿啊，你的心情啊，爹是理解的。可是叫爹怎么放心得下，让你一个人留在京城，卷入这场风暴的漩涡？不管怎么说，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嘛。不，爹，请放心，我们两个一定都会平平安安的。祖儿，是祖儿。为什么你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惊讶？难道你早就知道你大哥没有死吗？之前老板娘找过我，她说她亲眼看见有人救了我大哥，而救他的人显然就是赤色火焰。赤色火焰？那为什么你好像不急着找他回来，好让你娘安心呢？他会主动来找我的。你是说他会找你报仇？你不觉得我大哥对我的仇恨似乎已太深了吗？可他的银血刀这么厉害，你对付得了他吗？我只相信邪不能胜正，你有信心吗？
老板娘最近正在铸造一柄剑，她希望铸造一柄可以克制银血刀的宝剑。老板娘对祖儿这么痴心，没想到她要亲手铸剑来对付祖儿的银血刀。这确实是让她很难过的事，你说是吗？死小子，不如我们去看看老板娘，给她一些鼓励吧。好啊。老板娘，真的不可能，我永远也不可能胜过我爹，胜过大师兄，铸造出比银血刀更厉害的兵器。老板娘，你不要着急嘛，我们可以慢慢研究的，是不是？不，若不赶快铸造出一把宝剑，那又如何应付祖儿，对付银血刀呢？老板娘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勉强自己啊！我是铸剑庄传人，只有我最了解银血刀，只有我最应该铸炼兵器对付银血刀。我不能停，不能停啊！老板娘，你这样会把自己逼疯的呀！天作孽，有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老板娘，你别这样，你振作一点好不好？是我害了祖儿，踏上了这条不归路，既害了他，又害了你们。我要为我做的孽承受所有的恶果。其实，老板娘，你不用自责。我大哥就算没有得到你的帮助，他也会不惜一切炼成银血刀，因为他早已视我为敌，所以他已决定要用银血刀来战胜我。可是，最终却是我把他推到万劫不复之中。现在，你这双手，你竭尽所能地把他从万劫不复中拉出来。阿古，你的矛盾，你的痛苦，我们能够理解。请问，有谁愿意伤害自己的挚爱呢？老板娘，你是个有情的人，祖儿也非无情。总有一天，他一定会理解你对他的真挚感情的。可惜，只要我无法铸造出一把宝剑，克制银血刀，祖儿始终都会被银血刀所迷惑，他就永远不会清醒过来，改过自新，更不会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片苦心。先皇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对我说过，一切由心而发。凡是只要出于善意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也会成真的。一切由心而发。是啊，魔由心生，唯一能阻止祖儿的仇恨，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。魔道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可以紧靠同类相互，物我无间，融合为一。祖儿为了仇恨，出卖灵魂，他的仇恨心越烈，银血刀的魔性就会越强。老板娘，所谓人刀合一的境界，其实并不单指的是魔性。我想，如果用刀的人有一颗善良的心，那么这柄刀也许会变成一把铲恶除奸的好刀。理应如此。银血刀竟能感受到人的感情。最近燕王称病，不上朝，也不露面。我打听得知，他联络了几位藩王，相互结盟，囤积兵马。
看情况，他起事的野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。那皇上，你有什么相应对策吗？我得到了一些可靠的亲王们的支持，准备假称边疆告急，发袭燕王，将他身边的精兵全部调走，同时也削弱了那些藩王的兵力。皇上真是英明啊！嗨，什么皇上英明啊？哎，我忽然间想起来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出了金銮大殿，咱们就是一对老朋友。我唤你一声明少爷，你叫我小猪就行了，应该是小猪英明。哎，那也不对，若不是你提早给我提示，我哪有你口中所说之英明啊？您真是非凡人所言呐！想想外面环境如此恶劣，你还能如此自我放松，真是很棒啊！哎，这种自我放松的安慰，随着燕王的步步进逼，很快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不再拥有了。父皇，当年你有明文规定，各地藩王有权举兵清君侧、诛奸臣，保护皇室。现在，皇上削藩，正是皇上身边的奸臣蒙蔽了皇上，残害皇族。所以，皇儿决定除奸靖难，打击那些奸臣，举兵清君侧。此仗皇儿胜券在握，父皇就拭目以待吧。公元1398年，洪武31年，明太祖朱元璋死后，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。因深感藩王做大，决定削藩。建文元年，燕王朱棣借此起兵反抗。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一场斗争随之爆发。皇上，燕王爷已向着皇城冲杀而来啊！姑知道了，姑知道了。亲家呀，那20万大军派出去了没有啊？回皇上，都派出去了。派出去了，派出去了就好，派出去了就好，派出去了就好。出去给姑探探军情如何？孙方快去传旨。遵旨。
皇上，不好了！燕王大军已经攻进皇城了。啊！我们有20万大军，难道就这么不堪一击？燕军气势如熊，我军被打得溃散。孤王和曹国公打开了金川门，迎接燕王进城。20万大军只能够投降了。皇上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请先行一驾，待日后再寻天下忠义之士，起兵再战吧。臣等请皇上火速移驾。孤还可以去哪？还能离开吗？请皇上移驾。孤蒙受太祖爷遗诏，继承皇位。唉，可惜却无能守国，唯有一死，以殉社稷。啊！是你们！小猪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为什么要放弃？燕王杀进皇宫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啊！你放心，我们特意赶来就是保护你和皇太后一起离开皇宫的。你们的一番心意，我非常感激。可是现在燕王兵临城下，要想逃出皇宫，谈何容易？明阳，花果，我小猪无德无才，枉为一国之君，我不想再连累你们了。你们赶快走吧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。太祖爷生前交给我这封信，他说，要是你遇到生死关头的时候，就赶快打开来看。一切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愿苍天保佑孤的孙儿度过灾难厄困，若遇大难，开铁切一事，可保平安。铁切？什么铁切？为什么铁切可以保平安？太祖爷可有一个铁切留下？我没有听过啊。孙芳，赶快传令下去，找出太祖爷留下的铁切。是皇上。是皇上。皇上，一切请您放心吧，一定都会平平安安的。哎呀，快！在哪儿啊？没有啊，皇上，金銮大殿找不到啊。皇上，御书房也没有啊。快！有没有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！没有。皇上，寝宫一样找不到啊！哎呦，找，再找！是皇上，快找！
僧是来接你走的。贫僧得到太子皇帝以火烧皇宫作为召唤，前来接应能出鬼门关。明阳，不用管我，赶快去救花鼓。他日神乐观再见。好。小猪，后会有期。娘，小猪告诉我，你一直最渴望的，就是能够看见我和死小子成亲，一起向你奉茶。可惜女儿不孝，在你生前并没有做到。现在，就只有在你的灵位前向你致敬。娘，请你原谅女儿。两位施主，燕王大队人马已经追踪来到山下，主持大师请两位尽快离开，免受祸害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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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顽皮，快跑！快，他们就在前面，快追啊！抓住！快，他们追来了！驾！小顽皮，快跑！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老爷，我的腰好痛啊！哎呦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缰绳一松就成这样了。你看看这，你这个老东西怎么搞的？早不早，迟不迟啊？挡着大爷们的路啊！老爷您放心，我马上把这车给修好，让大爷们统统都可以过去。哎呦，怎么快得了呢？就算修好了车子，这东西怎么办呢？老爷，你看乱得一塌糊涂，咱们怎么能收拾得好呢？哎呀，还不赶快去帮着收拾啊！哎呦，大爷们啊，真是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走。老马，你还真有一套啊！老马，可是我脑子并不老，只是心老而已。哎，老爷，看样子这京城也不是好落脚的地方。对呀，咱们连燕王都敢耍弄，他怎么会让咱们在这儿落脚呢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们再找个地方。那。